大家好，我们是牛爸兔妈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讲《Good Inside》这本书的第14到第18章。这5章的每一章呢，都是为一种问题行为提供应对的方法。今天这一期呢，我们会讲到如何应对5种行为。第一个，发脾气时打人、咬人、扔东西；第二个，手足斗争；第三个，无理和叛逆；第四个，发牢骚；和第5个，爱撒谎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。好。第14章呢，是对应第一个行为 aggressive tantrums， 就是发脾气时打人、咬人、扔东西。在这一章的开始呢，作者先举了一个例子。4岁的弟弟看到6岁的姐姐在厨房里拿了一个蓝色水杯，大喊：不行，那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妈妈说：姐姐已经拿了哦，你可以从剩下的水杯里选。结果弟弟大发雷霆，冲去水杯抽屉，开始乱扔水杯，并且谁靠近就打谁，还大喊：我恨你。咱们上一章不是说发脾气是好事，是健康的吗？那这种打人、咬人、扔东西的行为也是正常的吗？好问题。作者说是的，这是正常的，也是健康的。小孩这样做呢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坏小孩，故意要伤害别人，而是因为他负责逻辑和理性的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好，他的情绪来得非常猛烈，他自己都吓到了，然后他身体里的警报系统察觉到有危险，让他做出非常激烈的自我保护，表现出来呢就是打人、咬人、扔东西。你觉不觉得有时候牛牛或者图图哭起来，哭到后面他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了，但是他停不下来。觉得尤其是他们更小一点的时候，就是感觉他身体里有个情绪，不哭完就不行。就是第2期视频里讲的，人的大脑是一个2层小楼，楼下是情感，很小就发育好了，楼上是理智，直到20几岁才能发育好。对，孩子一出生呢，就能感觉到强烈的情绪，但他们却完全不具备调节这些强烈情绪的能力。你还记得当时我们说家长的任务是什么吗？记得，家长应该做连接1楼和2楼的楼梯，帮小孩把1楼的情绪和2楼的理智连接起来。对，在这种时候，如果我们跟孩子说你自己冷静下来，其实他是不可能做到的，因为他不可能瞬间把2楼盖好。我记得我们在第2期视频里学到的是，在这种时候，家长的目标是保证小孩的安全。对，你现在跟孩子讲道理，他是没有办法听进去的。就好比房子已经着火了，我们应该马上做的是控制火势，而不是说现在讨论你不该着火，或者怎么防止下次着火。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？我想起来第2期视频里，他是不是说家长应该帮助设立规则？对的，设立规则是我们的任务。这一章作者给了几个非常具体的方法去实现这个任务。他给出的第一个方法呢，是一个特别具体的台词，就是我不会让你。在这个例子里呢，就是家长应该强势接管，说我不会让你扔水杯，然后你就上手把弟弟的行为给他制止下来。他说呢，相比说你不能扔水杯或者别扔啦，我不会让你扔水杯这句话传达的信息更有力。他是说我是有能力的大人，我能帮你停下来。作者特别强调呢，我不会让你这句话不能随便用，因为这是一个展现家长权威的方式嘛，只有在孩子行为失控，需要有大人强势领导的时候才适用。这个有用，我听他们学校老师是用过的。然后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什么事情不是一个选择 ，it's not an option。就这些学校好几个老师都是用这种语，和我不会让你是一个意思。就是有用的。他给出的第2个方法呢，是找一个东西让孩子去打、去咬、去扔。比如呢，一个总喜欢咬人的孩子，当你发现他快要发作时呢，赶紧给他一个可以咬的玩具。咱们其实就是这么做的。比如牛牛想抢图图玩具的时候，我们就领他去选别的玩具，或者让他挑一个玩具去跟图图换。对，作者说呢，很多父母的目标是让孩子根本别有咬人、打人、扔东西这种冲动，但其实冲动是人类的自然反应，情绪就是我们作为人的一部分。我们得允许孩子有冲动和有情绪，他们才能学会调节这些冲动和情绪。挺对的。
作者提的第3个方法呢，就是像控制火势一样控制孩子的情绪。那我先问你，如果真的是一场火，你要怎么控制火势呢？用灭火器。但是在我们这个场景里就不能用灭火器，因为我们允许孩子有情绪，就没办法直接把火浇灭。作者说呢，为了控制火势，我们会尽可能的把火控制在一个小范围内。如果可能的话呢，我们会把这团火转移到一个密闭空间，然后慢慢等它熄灭。同样的道理，当你发现孩子的情绪爆发了、失控了，你可以把他抱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小房间，关上门，坐在门口，确保孩子出不去。如果孩子踢你、打你，你就制止他，对他说：“我不会让你打我。”那如果很多家长一些做法会不会是，比方说孩子不高兴会抱他哄他，这可以吗？可以吧，你只要不要说教，不要惩罚，不要多说话，你让他感受到你的情绪很平稳。你可以跟孩子说一些温柔的话，比如妈妈爱你，妈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护你，你有权利感受这些情绪，你是一个好孩子，只是现在在经历一点困难。我明白了，其实孩子在失控的时候自己也非常难受。对，我们失控的时候自己也不好受啊。那还有一个点就是，当孩子说我恨你的时候，这也正常吗？对，很不可思议吧？他说你把这些话想成不是对你说的，而是孩子对他身体里那些可怕的情绪说的。这样想的话呢，我们就更容易看到孩子现在其实很无助，他需要我们的帮助。好。作者讲的最后一个方法呢，是在孩子冷静下来以后，和他复盘一下发生了什么。这个不需要每次都做，偶尔做一次就很有帮助。比如呢，以扔水杯为例，复盘的时候可以说：你当时好想要蓝水杯，可是姐姐已经选了，你很伤心很难受，就开始扔水杯和打人。后来呢，爸爸就把你抱去房间，陪着你一起等你的身体冷静下来。那我们需要告诉他下次应该怎么做吗？作者说不需要耶。他说我们只需要提供陪伴和理解，把这个故事讲下来，这就可以改变孩子的大脑是怎么存储这件事儿的。明白了。作者说呢，你可能会感觉到孩子的情绪慢慢软下来，甚至他可能会说，我其实还是很难过。这种时候呢，你就可以顺势说，也许下次呢，你可以怎么办？作者说这种情况下这样做也行，没坏处。但关键是呢，我们帮小孩调节情绪的方法是通过讲述这个故事，和小孩建立理解和连结，而不是提供解决方案，更不是说教。就是不要说教，一说教就很烦。为什么？我特别能理解作者说可以改变孩子大脑是怎么储存这段经历的。你最后给他一顿说教，他想起来就不舒服，想起来就烦，他就不会再想了。那你要是好好跟他说，再想起来就比较好一点，对吧？有道理。你爸妈很爱说教吗？你怎么感悟很深？我觉得有吧。就比方说你原来10分不高兴，说教完了15分不高兴，所以这句话是很重要的，可以改变孩子的大脑是怎么储存这段经历的，这个是更重要的。有道理。我爸妈没有说教我，所以我这个事情上不太容易共情。这就是这一章啦。接下来的第15章呢，是讲 sibling rivalry 手足之争的。作者在这一篇的最开始呢，就提到了我们读过的 Siblings Without Rivalry 那本书，它用来解释为什么兄弟姐妹总是吵架。那本书里作者不是说，对于哥哥姐姐来说，家里来了新小孩，就像是对于老婆来说，家里来了一个新老婆，对于老公来说，家里来了一个新老公吗？作者就引用了这个例子。其实我这一章通篇读下来，觉得他的观点和方法和 Siblings Without Rivalry 那本书里提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。首先呢，作者说多胎家庭的父母得要接受孩子对兄弟姐妹的感情是很复杂的，我们不能简单要求孩子兄弟姐妹就应该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孩子面对兄弟姐妹时有负面情绪很正常，我们得允许孩子有这些感受。作者提到了几个方法来帮助小孩调节这些负面情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给每个小孩单独相处的时间。小孩和父母单独相处的时间越长，他就越有安全感，就越不会觉得兄弟姐妹是威胁。对，我们以前有个观点，我们可以把一个4口之家想成2个3口之家。
对。第二个方法呢，是尽可能满足每个人各自独特的需求，而不是追求数量上的平等。第三个方法呢，是请小孩把对兄弟姐妹的不满私下跟你说，不要发泄到对方的身上。最后一个方法呢，是有危险的时候才干预，没有危险的时候就要让小孩自己去解决。这些都是那本书里面一模一样的知识点。对，但是这都是浅提到的极简版本。我还是觉得 Siblings Without Rivalry 那本书讲的远远更全面更深入，比如怎么样不给小孩贴标签啦，怎么样才能做到不比较小孩啦，兄弟姐妹怎么互相影响人生的路径啦。所以我强烈推荐多胎家庭的家长呢，去听听看我们讲的 Siblings Without Rivalry 那个系列，真的非常有用。接下来呢，第16章要应对的行为是无理和叛逆 Rudeness and Defiance。作者呢，先描述了一个场景，8岁的小孩问妈妈能不能在周六晚上去朋友家玩。妈妈说不行啊，咱们周六要去奶奶家。女儿就很失望，小声地说，我讨厌这个家。妈妈说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女儿就爆发了，我说我讨厌你，我讨厌这个家，你就是世界上最差的妈妈。妈妈也很生气，就说是什么让你觉得你能这样跟我说话？回你房间去，你怎么评？这还挺难搞啊，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弄。作者说呢，当孩子表现得不礼貌，甚至是叛逆的时候呢，父母可能会有2种解读，一种是我的孩子不尊重我，另一种呢是我的孩子他很不好受，所以他情绪失控了。我们本能的反应通常是第一种吧。对，当我们觉得不被尊重，我们自己也会产生情绪，想惩罚孩子，让我们自己好受点儿。然后孩子呢，就会更加觉得自己被误解了，觉得很孤独，他可能会做出更加失控的行为。这样呢，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，把孩子推得越来越远。有道理。但如果我们用第2种解读，我们自己就不容易有情绪，那我们就更容易去帮孩子调节情绪。我知道他这个书啥意思，就是孩子这些情绪都是有原因的，本质不是坏的，要看到这些情绪。对，行为是一扇窗嘛。那你会担心，如果不惩罚孩子的叛逆不会变好，会变得更严重吗？不会，我们学过了这个知识点了呀。如果我们接纳了孩子的坏情绪，孩子行为就会变好。作者说呢，靠惩罚来防止小孩做坏行为呢，是假设人性是不好的，不是 good inside 的。想想我们自己吧，我们有时候也会顶撞父母吧，或者怼老板。那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做呢？我们2层小楼还没盖好呢。30多了还没盖好吗？对。我有想为什么我会怼老板呢？肯定不是因为我 bad inside 啊，那是因为我觉得我老板有问题，是他对事情的评估不合理，我自己感到被误解了。反正就是我们自己都没有问题，都是别人对，我看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个我被下属怼过的例子。他是我们组的 star employee 吧，平时是非常认真负责的，但是有一天我问他项目进展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他非常不耐烦，他就怼我了。我当时就是第2种解读吧，我私下找他聊，问他是不是 burn out 了，他就很坦诚地跟我分享他遇到的困难。你能感觉到他怼你，他也不好受。那件事之后呢，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信任更深了，他也再没有过这种失控的情况。我其实觉得有这种情绪很正常的，你去理解对方也是很正常的。对，他就当时不耐烦嘛，可能过几分钟他觉得自己也不是特别合适，这个很正常嘛。对，对同事都是这样，那对自己孩子就更应该是这样了。如果我们用共情和善意回应孩子的无理，他们会感觉到自己被看见，更容易用善意回应我们。那回到我们最开始的例子呢，我们可以跟孩子说，我不能让你这样跟我说话哦，但是宝贝，你肯定是有很多事情不开心才会这样说妈妈的，跟妈妈聊聊你不开心的事吧。妈妈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，只是现在不高兴，你说什么做什么，妈妈都爱你。听起来应该是可以的，有用的。这就是这一章的内容啦。下一章要应对的行为呢是发牢骚 whining。在最开始呢，作者描述了一个情境，
一个姐姐在写作业，妈妈一边帮她一边回邮件，一边还得管正在地上爬的弟弟。姐姐的铅笔断了，用夸张的声音抱怨说，我需要一根铅笔，妈妈快帮我拿一根铅笔。妈妈听了烦死了。你听了啥感觉？他没有发牢骚吧？没听出来他发牢骚。对呀，我也是，我看了这个例子，我也觉得这有啥？你看牛牛让你拿东西，你没理他，他先用小声说，然后中声说，最后大声说，3楼都能听见。对呀，这有啥？那换一个咱们自己家的例子，比如说你给牛牛做了饭，他一会儿要吃这个，一会儿又不要吃，一会儿又要吃那个，最后结果什么都没吃，还抱怨不好吃，你会怎么样？我觉得他就找个理由，他不想吃了。那他找理由，他不想吃，你会怎么想？看我心情怎么样。一般心情不好就烦呗。作者说呢，很多家长受不了小孩发牢骚，会觉得心烦。比如孩子抱怨饭菜不好吃，或者抱怨没有新玩具，我们会觉得他们不知感恩。你就别用这个词了吧。感恩，你很抗拒这个词。烦这个词对我来说就是比较关键词，不能说。对，听了就烦。因为你从小听太多了吗？差不多吧。作者说呢，其实孩子发牢骚是因为他们想要的东西没得到，感到无助，或者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，也很无助。作者说呢，如果我们自己的成长环境里不允许脆弱，总是被要求坚强一点，那我们内心就习得了在产生无助感的时候去压抑它，看到孩子的无助感时也自然会压抑它。你觉得有道理吗？有道理，因为我都忘了我自己有无助感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了。因为你压抑它了。可能很小时候压抑，所以我也无法理解孩子是怎么样有无助感的。可能我们两个对发牢骚的容忍度都比较高，是不是？咱俩都没有觉得这有啥。是不是因为对我来说发牢骚就是常态，我天天吐槽工作，所以小孩发牢骚我内心毫无波澜。对，我是反过来，可能我从来不发牢骚，孩子要真发牢骚了，我也没听懂他是牢骚。我就觉得他就是可能不想弄这个，不想吃了，不想吃就算了。行，作者说呢，面对发牢骚家长的应对方法呢，其实还是改变自己。第一呢，允许自己发牢骚，你告诉自己发牢骚是没关系的，感觉到无助也是 OK 的。你越能接纳自己发牢骚，孩子发牢骚就越不容易激怒你。他这个可能有一种比较难处理的情况是，就拿着吃饭这个例子来说，很多时候就是你花了很多心思去照顾小孩，但是他可能不领情，甚至发牢骚，比如说你做了很多饭，他说这一点都不好吃，看起来好难吃。他主要比较难处理这种情绪，就是说你花了很多精力，但是孩子不领情的那种失望。对，他不是说允许自己发牢骚就能解决的，所以他这里没有讨论到你怎么处理自己心里的那种失落。你就调节自己的情绪。那谁来控制你自己的？你自己咯，你自己是成年人。对，家长就会提这个要求是有一点高的。比方说我给牛牛花了蛮多时间准备那个午餐盒，他一口都不吃，那肯定是不高兴的嘛，对吧？对，那你有自己调节情绪，但是你没有怪到小孩身上啊，对吧？对呀，那之后就变成吃就吃，不吃就拉倒。那本来就是啊，你得给他换花样吃啊，做啊。那咋的？你掐住他的喉咙给他塞吗？这就是这一章啦，你感觉咋样？挺好的。最后一章讲的行为是撒谎 lying。作者在最开始又提供了一个情境，当小孩放学回到家时，妈妈对他说，老师打电话跟我说你在操场上推了别人呢，怎么回事呢？小孩说我没有推。妈妈说别当着我的面撒谎，撒谎比推人更糟糕。小孩说我没有撒谎，你为什么更相信老师不相信我？你总是怪我。听完这个情境你什么感想？这也挺难弄的，谁小时候没撒过谎？那我问你，孩子为什么撒谎呢？因为他们是天生坏批反社会人格，还是因为他不尊重我们？不想你说教，不想挨骂，很简单。这是一个原因。作者提供了3个主要原因。你刚才说的那个是一个原因，他害怕说出真相会威胁到和父母的关系。你自己说了真话，父母会觉得我是坏孩子，他为了保护自己就会撒谎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是
小孩小的时候是不太容易分清幻想和现实的，他会用幻想来应对内疚和害怕。其实挺逗的，就今天图图那么小，才1岁半，明明东西是他扔到地上的，你问他，哎，这东西怎么到地上呢？他就会指别人，他不会指自己。那个牛小时候我记得也有，应该也有的。对，第3个原因呢，孩子撒谎是为了摆脱控制，有掌控自己生活的感觉。无论孩子还是大人，都渴望有存在感和自主权，都讨厌被控制。我观察小孩呢，尤其是你看牛牛，甚至图图，一个1岁的小孩，每次选东西、玩玩具、吃东西、做事儿都特别有主意。你要逼他们做点啥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，肯定给你哭个天昏地暗。对呀。所以对一些孩子来说，如果他的生活被控制得很严重，他可能就会通过撒谎来实现自主权。比如呢，如果一个小孩是在一个严格管控食物的环境里长大，他可能就会偷偷吃东西。一个小孩学业压力特别大，那他可能突然就厌学了，这都是他们寻求自主权的方式。明白了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如果家长因为小孩撒谎而加大控制的力度，那小孩就会说更多的谎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那家长应该怎么办呢？作者提供了几个具体的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呢，是将谎言重新描述为愿望。比如呢，当孩子说我没推倒姐姐的塔，是她自己倒的，你可以说你肯定很希望那个塔没有倒吧。这样呢，我们就给小孩提供了一个在说真话和撒谎之外的选择，创造了一个和孩子连结的机会，也让小孩觉得在我们眼里他依然是个好孩子。第二个方法呢，是先暂停一下，找机会再说。比如小孩说，妈妈，我没把拼图弄乱，不是我做的。那妈妈可以回应，你慢慢点头，啥也不说。因为小孩现在在羞耻和防御状态，我们得先帮他减轻羞耻感，过一会儿呢，找个情绪不那么紧张的时候再跟他聊。第3个方法呢，是你跟孩子暗示，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件事儿，你会怎么做？比如呢，回到老师打电话说小孩推人，小孩说他没有推那个例子，你可以说，好吧，其实我想说呢，如果咱们家里有个孩子推了别人，我会很想听听看他说什么。我觉得他一定是有原因的，无论他有没有推人呢，妈妈都爱他。挺好的。第4个方法呢，是对于大一点的小孩比较适用。你可以跟他聊一聊，你需要做什么，小孩才愿意说真话。你可以说，我不是在怪你哦，肯定是我们哪里没做到，才让你不愿意说真话。我想知道你希望我怎么做，才能让你在咱们家里放心说真话呢？如果用了这些方法，小孩也没有承认自己在撒谎呢？很好的问题。作者说呢，他的目标不是让孩子当下就承认，我撒谎了。他的目标呢，是理解小孩撒谎的原因，改变家里的氛围，创造一个让孩子更容易说真话的环境，这样以后小孩才能少撒谎。他这个真的是他撒谎就是一种很本能的防御机制。你想让他说真话，首先你不能先是一顿说教，对吧？你真的很抵触说教。对，我比较抵触说教。其实这小时候我们都做过嘛。你考试考不好了，把那个老师让你拿试卷回家签字，然后你自己签了，然后就拿回去了嘛。你做过？肯定做过了，也肯定不止一次嘛。那也是一种防御行为嘛。你怕挨骂，对吧？那如果爸妈也不会怎么样，那你就签呗，对吧？我爸妈不会怎么样，所以我不会撒谎。他这里就是一种单纯的防御机制，靠这些办法应该就能解决。好，这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内容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啦。